随着卡努台风逐渐的靠近台湾，今天北台湾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下起阵雨。气象局预估暴风圈侵袭东北部几率最高达到70%。如果它的路径没有特殊变化，气象局将在稍后8点30分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如果后续路径预报偏西，暴风半径还可能会接触陆地，气象局也不排除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么气象粉专观气象看天气则指出，根据欧洲预报显示，到时候北部的瞬间阵风可能接近台风假的标准。大台北部分地区雨势不小，受到卡努台风接近影响。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证实，这就是台风雨。气象局根据最新路径预估，卡努台风暴风圈侵袭东北部的几率最高达到70%，预估它的强度还会再增强，而周4到周5上半天最靠近台湾。预报路径再偏西一点，那台风的暴风半径如果有扩大的现象的话，其实是有可能接触到我们的陆地的，陆上台风警报几率是不排除的。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也示警，按照气象局最新路径显示，暴风圈将会短暂笼罩北基宜，预估周4中午暴风圈将会接触东北角，下午起稍微涵盖北海岸、基隆跟宜兰北端。如果台风往西走越多，暴风圈涵盖台湾的面积也就越大。气象专家彭启明也观测到，卡努又略往台湾偏多一点，形容这是转弯刹不住的感觉，认为这样的环流环境预测只能持续滚动更新。他也预估卡努周5将会90度右转，还幽默地说，开车转弯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正90度，要是转慢一点或刹不住，暴风圈就有可能碰到东北角陆地。7级风的这个暴风半径只是稍微碰触到东北角的一些陆地，而且碰触的时间很短，停班课的一个标准确实是比较不容易。这回北台湾有没有机会放台风假？气象粉专观气象看天气指出，周4之后可能会有较强风势出现。根据欧洲预报显示，届时北部瞬间阵风可能接近台风假的标准，而台风滞留在北部海域时，有如抽水马达。西南部要留意西南风带来的雨势。卡努台风路径诡谲多变，得持续关注。这里是叶玲凡台北采访报道。花莲一名男子身上没有钱，无法搭车，异想天开就下手偷了一辆车，但是他没有驾照，又不熟路况，一上路就发生了车祸，还冲进一家二手车行，总共有5辆车受损，毁损金额破100万。车来车往的路口，突然一台小吉普车失控冲进二手车行，后方行车记录器也清楚拍下整个过程。小吉普车切出车道后，突然来个圆弧线撞进店里，但其实在撞进二手店前，他光是要开出车格，就因为距离没有算好，方向盘一个左转，先把停在前方的白车车尾顶出道路上。撞到这样，谁撞的？我没有开啊。那台车是谁的车？我的车。车主被通报到场，看到这一幕超傻眼。明明车子停在隔壁的家具行前，竟然冲进二手车行。我常常要移车啊，那天那个车窗也都有摇上来啊，那个他们不知道从那边调监视器都是从后面的钻出来就对了。对。事发在29号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在花莲市区，因为身上没钱搭车回家，看到路边车辆，车钥匙没有拔，异想天开想开车返回受封住处，但没有驾照，再加上路况不熟，一上路就连环撞，先波及停在前方的车子，再撞进二手车行，3台中古车因而受损。现场状况就很凌乱了，车子哪里受损？就前保、水箱架。车损多少钱？有破百吗？差不多吧。天外飞来横祸，中古车还没卖出，车头就被撞烂，保险杆整块全毁，损失超过100万，所幸无人波及。临时起意偷车，没想到除了被移送地检署外，还有巨额赔偿，始料未及。记者陈金叶，花莲报道。台南夜市的营业时间，在地人有一个口诀，就是大大五花大五花，而其中的5指的就是武圣夜市。但日前传出，本来只在周3、周6营业的武圣夜市，未来每周5将会加开。消息一出，引发了摊商的反弹，因为多数摊商周5都在其他夜市摆摊。摊商还指控夜市管委会强迫摊商要多付加开日的格位租金，否则就要让出承租权利。但对此，夜市管委会也澄清，绝无胁迫。台南夜市远近驰名，由于各夜市并非每天营业，当地人也想出口诀来记忆，那就是大大五花大五花，其中5就是武圣夜市，但现在传出武圣夜市即将新增周5营业日。
翻开夜市通知书，明确显示，据了解，在地已34年的台南武圣夜市，未来每周五将加开，预计9月实施。消息一出，也引发摊商反弹。拜高斗这大东了，没办法，两边跑，没办法。加开礼拜五这一天，民意的反应，后续因为遇上疫情，就想说，先暂缓。尽管夜市管委会针对加开营业日的来龙去脉澄清说明，但争议可还没落幕。拿出夜市摊位切结书，摊商还指控夜市管委会不仅硬要加开周五，还强迫摊商得多付加开日的隔位租金，否则就得被迫让出周3、周6的承租权利。如果你没有意愿的话，你3、6就要放弃给礼拜五的人。这是2件事情不营业礼拜五也没关系，可是礼拜五的时候你就是要让出来。民事的范畴，我们没有公权力来介入的一个空间。尽管公权力无法介入，但相关单位仍尽力沟通。而随着武圣夜市加开营业日，大五花大五花这句夜市营业口诀恐怕成了绝响。新的记忆方式，民众得再想一想。记者黄福琪台报道。暑假正值实习旺季，台湾高铁公司这届服勤员实习生有36位，今天进行了安全训练课程。外训讲师邀请到竹围消防分队的队长亲自带领学员们示范消防灭火与急救课程。实习为期1年，相关训练除了确保营运跟旅客的安全之外，也希望透过实作培育更多铁道人才。倒入汽油，点燃火炬，一瞬间窜出火焰。面对熊熊烈火，实习生们急忙拿灭火器。灭火失败了，还是要以避难为主。第一次，安雅没成功，不打紧，赶快再拿第2支灭火器，顺利扑灭火势。惊险场面是高铁实习生们训练课程内容之一，模拟车厢内失火场景，训练反应力及灭火器操作熟练度。蛮错愕，就是没想到他第一次喷的时候火会越来越旺，这样不小心带到直达车，这样就有列车主人发现我的状况。然后后续的处理让我感觉很感动，请所有人离开。除了灭火，当列车上乘客发生意外，也必须2人1组默契搭配，合力救人。实习生们满头大汗，按压的手没停过。台湾高铁1年期服勤员实习生这一届共36人，得通过消防灭火与急救课程训练。外训讲师邀请到竹围消防分队队长带学员们实战演练。AED 跟 CPR 的课程是我平常没有做过的，这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高铁招募的1年期实习生分为运务、维修2个单位，其中运务单位又分站务、服勤2种职务，依照学员们所学科系，个别分配到专业系统实习。实作训练112小时，真实感受到我们台湾高铁一线服务旅客的工作内容。疫后复苏急需人力，台湾高铁去年12月启动近3年最大人力招募作业，今年截至5月，超过130名人员陆续报到。实习生课程让新鲜人与实务面提前接轨，也希望让人才招募事半功倍。记者杨小玉、黄明胜桃园采访报道。